乌克兰军队把美国的二手装备变成了恐怖武器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田少。我们观察俄乌冲突，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：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21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，绝大部分都是二手装备，或者是快要退役的装备，也就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武器系统，甚至被美军看成是将要运往废料厂的装备。但是这些二流的武器到了乌克兰军队手里，似乎又能发挥较大的作用。在美国人看来，俄乌冲突为现代战争提供了良好的武器试验场。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，请点击屏幕上方的有用按钮，与网友一起参加互动。现在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，正在严重地削弱俄罗斯军队，甚至摧毁了俄罗斯曾经蓬勃发展的军火市场。不过，俄乌冲突也惊醒了美国，让美军不得不直面大国战争的冲突模式，甚至让美国开始怀疑追求新技术、昂贵武器系统的意义。有人以为美国援助乌克兰可能会很亏本，但是五角大楼可能觉得非常划算。相比较而言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花费了1万亿美元，在阿富汗身上又花了2万多亿美元。这两场战争甚至都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战略优势。而俄乌冲突在消耗俄罗斯的同时，还让美国强化了与欧洲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。原本不死不活的北约，其地位也因此而被提升，这对维持美国霸权是非常有利的。很多人只关注到美军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，这种火箭炮虽然无法与中国同类型的武器相比，但在北约国家中还算是非常先进的。俄军到现在都拿他们没有太多的办法。其实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绝大多数都非常老旧，比如45辆俄制的 T-72B 主战坦克和20架米17直升机、2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等等。这些呢，都是美国人根本不想要或者已经淘汰了的武器。像 M113 装甲车，原来就准备运往废料厂的。美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大约300到400辆战术车辆，但他们都只是能够运载2.5吨至5吨的军用卡车而已。比较新的装备是477辆抗地雷反伏击车，这些车辆原本是为应对反恐战争而设计制造的，现在美军也不太需要了，大批这样的车辆甚至直接就扔在了阿富汗。此外，美国还打算向乌克兰提供大约1200辆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、142门155毫米榴弹炮、几十门 M777 榴弹炮、36门105毫米榴弹炮、30门迫击炮。除了 M777， 大部分都是美军要淘汰的武器。在防空武器方面，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还未交付的爱国者导弹和 NSAMS 防空系统。其实老式的霍克防空导弹已经交付给了乌军。美国将数千枚这种导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，完全就是废物利用。而前阵子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哈姆反辐射导弹，在美军中同样也属于落后的产品。当然，不是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复杂的武器，只不过数量寥寥无几，海马斯火箭炮所占的比例少得可怜。如果说有什么尖端的武器，那么一些实验性的装备，比如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、凤凰幽灵巡飞弹、无人海岸防御舰等等，应该呢都算一号。对这些新式的高科技武器进行测试是需要时间和资金的，而且美国呢更需要获得他们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的数据，因此将这些新型武器平台交由乌克兰使用，完全是为了让乌军做战场试验的。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1600枚毒刺防空导弹、8500枚标枪和4.6万枚其他的反装甲系统。这些呢还算是较新的武器，但这些消耗品仅对美国的武器供应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而且这类装备原本就无法用于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。总体而言，美国援助给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虽然有少量的高精尖装备，
但是更多的还是落后的常规武器。但是呢，又能对俄乌冲突构成严重影响，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。这里面有俄罗斯军队拉垮的原因，但也证明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一定是越先进越好，而是越适用越好。为了适应未来的信息化战争，中国同样需要重点发展那些装备规模大、用得起、效费比高的武器，这远比发展几件高精尖武器要来得划算。当然，中国现在相比于美国，拥有更为完善的军工产业体系和产业链，我们完全可以在各个方向都发力，同时确保数量和质量的优势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